2026年6月12日，那张代表着中共最高意志的人民日报头版上出现了一个足以让中南海所有官员连夜写遗书的诡异画面。左边是隆重发行的领袖外交文选，正准备大唱赞歌，可就在他的右上方位置甚至更高的地方，却死死贴着6个字：李旧账见真章。什么叫李旧账？如果是普通的反腐，查今天的案子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要翻旧账？旧账那是领袖和他的枕边人在18大、19大甚至更早用鲜血和黑金一笔笔签下来的阎王账。那什么又叫见真章？真章就是不见血不收兵。顺着上海落马的陈宇健摸到万亿级金融黑洞中直系，再顺着这个黑洞的藤继续往深处摸，您的手可就要碰到领袖夫人那个最核心、最神秘、吸干了无数中国普通家庭血汗的夫人朋友圈了。以胡锦涛、温家宝为首的元老们，这局已经不完了。军权攥在刘源手里，组织权和纪律权攥在中纪委、中组部手里。改革派的大员一个接一个往台上走，而棋盘的另一头，习近平的第一家庭正被一道越收越紧的绳索勒住脖子。北京城里，连习家军的大员都被一个个划进了圈。堂堂副总理张国清连法国的峰会都去不了，只能坐在北京对着摄像头视频出席。一个落魄了一辈子、党内人人皆知的怂货，到了今天这个份上，一旦元老们要他交代，要他背锅，他能往谁身上推？往那个枕边人身上推。您要是觉得这是我瞎猜，那好，怪事儿来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海外那些专替习家说话的舔习博主突然敲锣打鼓的替彭丽媛辩护起来，说他没有什么考评委员会，说他没有实权。您说怪不怪？这把火还没正经烧到他身上，谁就这么急着大半夜跑出来喊我屋里没火？欲盖必有所藏，这么急着洗，恰恰说明他身上真有东西。那他这些年背着全国老百姓到底干了哪些咱们不知道的事儿？今天咱们就来给他扒一扒。都说商纣王身边有个苏妲己，一句枕边风把一个好端端的王朝吹进了火坑。文革中的江青张牙舞爪都摆在脸上，靠的还是毛泽东给他撑腰。而中南海里这一位毒是淬在笑里的彭大吉，胆大包天。今天咱们就当一回办案人，顺着桌上这份案卷一层一层往回翻，先看这把火现在烧到了哪儿，再查这笔血债是怎么欠下的，然后摸清他那道帘子是怎么挂起来的，最后一路翻回40年前那个原点。到那时候您会发现，今天的一切40年前就已经签好了合同。今天这把火已经烧到了哪一步？现在要知道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元老们恨的、想拿下的，明明是彭丽媛，但是拿下她并不容易，所以元老们只能干一件事，把他寄生的那些枝杈一根一根的剪，剪光了，藏在帘子后面的人自己就掉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要用整整2年，把马兴瑞搞定了，才触及到了彭丽媛。那么问题来了，元老们费这么大劲，冒这么大险，他们到底在恨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得把案卷往回再翻一页，停在一个阴冷的雨天。2023年10月27日，上海东郊宾馆，前任总理在这里猝然离世，享年68岁。体制内的人都清楚，在他横死之前，团派和元老们对领袖还可以为了大局而忍气吞声。可他这一死，这笔无法勾销的血债彻底撕开了红墙内最后的温情面纱。李克强已经卸任，毫无实权，他为什么非要死得不明不白？在李克强的葬礼上，那个平时最爱出风头的彭丽媛为什么打破惯例出席，而且表情极度哀伤，甚至有些失魂落魄？您琢磨一下这背后的逻辑，那真的只是悲伤吗？海外的体制内爆料，领袖因为自己随时可能被李克强替代的政治心病，整日忧虑。他身边这个胆子比江青还大的女人，通过他那个配备了6人特勤小组的位置，动用了外人想象不到的渠道。李克强案到底是谁经手谁拍板？
至今没有任何官方说法，但有一条是摆在桌面上的：中共元老把彭丽媛编控了整整2年，理由恰恰就是李克强案。一个毫无实权的第一夫人，为什么会因为前总理的死被自家的党看管起来？这个问题元老们心里有答案，这笔血债成了中南海里无法逾越的鸿沟。可问题来了，深宫里的事元老们是怎么知道的？答案是3个证人，一个比一个铁。第一个证人张幼霞，他不用别人告诉，羞辱是他亲身受的。2023年那份将官晋升名单绕过他这个军委第一副主席，直接送进了后宫。2024年3月，钟绍军当面要求他，一个上过2次战场、身上带着弹片的老将军，向军委干部考核委员会专职委员、歌唱演员少将彭丽媛效忠。您听听这个头衔，歌唱演员、少将，管全军将官的帽子。张幼霞这辈子打过越南人，没受过这种羞辱。从那一天起，他和这个家庭就不死不休。第二个证人许其亮，这个人的下场才真正让人看清这个女人的毒。许其亮是胡锦涛提拔进军委的，可彭丽媛只用了2样东西，就把恩主的人撬了过来：一句山东老乡，一顶许愿的官帽。许其亮死心塌地替习家搞军改，还亲手干了2件事。那个凌驾于总政之上的干部考核委员会是他设的，那个6人特勤小组是他配的。2025年6月，胡锦涛王者归来，许其亮一夜白头。他知道自己2宗罪1宗都赦不了，背叛恩主死罪，亲手造气死罪。他选了一条军人最后的路，自杀谢罪，换家人平安。一个军委副主席用1条命把全部内幕折在了元老的桌面上。这就是跟着他干的人的下场，用完的工具连个垫脚的台阶都不给留。第3个证人最绝，王小红。这位公安部长被中纪委专案盯了半年，零口供，他凭什么敢硬扛？因为海外信源说破了那层窗户纸，王小红手里攥着那2口子涉嫌杀人灭口的证据，那是王小红的免死金牌。他一个字不说，可您想明白没有？一个人敢拿什么当筹码，就说明他亲眼见过什么。他的沉默本身就是第3份证词。3个证人，一个被逼反，一个被逼死，一个攥着命案当遗书。这就是这个女人最毒的地方。江青毒在脸上，全中国都看得见她张牙舞爪。这一味的毒淬在笑里。白天她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亲善大使，晚上回到那个家，一句枕边风就能让一个上将自杀，一个总理毙命，一个老帅拔刀。党内谁都知道统帅就是个怂货，前妻一句嫌弃就能让他低三下四打电话，借他10个胆子敢对张幼霞下死手。这个怂了一辈子的人，这13年怎么突然狠成了这样？现在您明白了，狠的从来不是他。看到这儿，您心里一定憋着一个疑问：一个歌唱演员，从没穿过军装打过仗，凭什么能在军队的将官名单上画圈？凭什么逼得张幼霞那样的老将军向他效忠？前面咱们提了一句许其亮给他设的那个军委干部考核委员会，现在咱们就把这道帘子到底是怎么挂起来的给您讲透。一个女人进不了军委的会议室，上不了作战的指挥台，那她这个垂帘技术上到底怎么实现？答案就2字：文档。那张晋升名单在送到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幼霞桌上之前，经过的就是钟绍军的手。海外信源说，这个人早在统帅主政浙江的时候，就是彭丽媛安插在其身边的眼线。他后来半路参军，一路做到军委办公厅主任。办公厅主任管什么？管的就是哪份文档先到谁手里。于是每一份将官晋升名单在递到张幼霞面前之前，都先路过一趟后宫。您看明白了吗？所谓垂帘听政，根本不需要他坐到台前去，他只需要一个太监在文档审批之前拿到他这里来过目。2023年那份将官晋升名单交到张幼霞手里，
老将军一看，当场就拍了桌子，名单上的人我一个都没见过，一个都不认识，这兵还怎么带？钟绍军竟然在旁边阴阳他，这是统帅和彭委员亲自定的人。张副主席，您都快退休了，管那么多干嘛？难道想造反吗？张幼霞当场大怒，命令警卫把钟绍军给我轰出八一大楼。所以您现在就懂了，元老们后来动钟绍军根本不是清洗一个秘书那简单，是剪断那根从军委一直通到后宫的线，在军中安插一根文档线，只是他这场40年大收购的冰山一角。他真正让中南海所有人惊掉下巴的手笔，是他生生砸碎了中共维持了20年的最高权力铁律7上8下。您想啊，按照邓小平定下的规矩，20大上67岁的常委可以留任，68岁的必须退休。当时同为67岁的李克强、汪洋本该顺理成章地留下来，一个当总书记，一个当总理，这本是胡锦涛和领袖在幕后早就妥协好的名单。可为什么到了闭幕式当天，名单突然被调换，李克强、汪洋退休了，而同为67岁的蔡奇、王沪宁却能大摇大摆地跨进常委？答案就在这个女人的账本里。李克强和汪洋是中共官场里出了名的干净人，他们如果留在常委，汪洋一旦接任总理，第一件事就是要整顿发改委、金融口和各大国企。真要到了那一天，彭丽媛这道帘子可就遮不住了。她指使闺蜜丈夫马兴瑞在广东、新疆调拨的1000亿黑金，她利用大歌星毛阿敏引荐，帮中植系套走的万亿老百姓血汗钱，每一笔都是要灭九族的大罪。如果让李克强、汪洋当家，彭丽媛的山东帮和夫人朋友圈就会被一网打尽。为了保住自家的万亿黑金，也为了给山东帮的马兴瑞引力，甚至给超期服役的盟友许其亮卡位，彭丽媛必须在领袖的耳边吹起枕边风，撕毁名单，砸碎7上8下，把团派彻底踢出局。这才是7上8下被打破的终极秘密，不是领袖一个人想疯，而是他身后的女人为了自己的黑金帝国，亲手拔掉了中共权力天平上最后的砝码。还有一个全世界都看得见却没几个人看懂的铁证，就刻在20大的官方名单上。中共政治局从来都是单数25人，为什么？单数才能投票表决，可20大的政治局破天荒地变成了24个人，一个尴尬的偶数。体制内的人都明白，这说明闭幕前的最后一刻，有一个名字被硬生生从名单上抠掉了。海外信源说，那个被抠掉的名字就是彭丽媛。是谁在最后关头把它按了回去？是军队的老帅们拍了桌子，党章里可以没有7上8下，但军队绝不接受第二个江青。讲到这儿，咱们先喘口气。说了这么多中南海的明争暗斗，您有没有发现权力场上的人熬的就是一个精气神3个字？斗到最后，拼的不是谁的算盘精，是谁的身子骨硬，谁能熬到最后。咱们普通老百姓不争权不夺利，可这副身子骨照样得自己疼自己。尤其上了点年纪的朋友，常觉得精神头不济，夜里睡不踏实，这都是底子在亏。在这儿给您推荐我自己一直在用的普瑞堂玄宝黑参，选的是6年根的长白山黑参，9蒸9晒，古法炮制，温和滋补，不上火，专门补我们中年人最缺的那口元气。睡得沉了，腿脚有劲了，一天到晚精神头就回来了。点开下方链接或者置顶评论，记得用优惠码 JF， 有专属折扣。把身子骨养结实了，咱们再接着看这帘子后面到底还藏着多少惊天的秘密。帘子查清了，案卷翻到了最底下一页，最后一个问题，这一切到底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把镜头摇回去，别停在2012年，一直摇到1989年初夏的长安街。长安街上的硝烟还没有散去，全中国、全世界的眼泪都在为那些在坦克履带下丧生的年轻学子而流。可就在这个时候，彭丽媛这个女人身着笔挺的军装，踩着长安街上尚未干透的学子鲜血，
在端着冲锋枪的戒严部队面前高唱起了那首《最可爱的人》，这需要何等冷酷的心肠。可您要是只把这看成一个人冷血，那就小看他了。您得问一句，满中国的文艺名角那一刻全都吓得躲起来，装病不敢露面，为什么偏偏是他敢踩着血迹上台？因为别人看见的是血，他看见的是一张投名状。你想1989年那个当口是中共最虚弱、最被全世界孤立、最怕军队和文艺界人心散掉的时候，这恰恰是一个赌徒下注的最佳时机。谁这时候递上忠心，谁的这一票就最金贵、最被记住。他算准了这一点。他那身军装，那首给开枪部队唱的《最可爱的人》，是一份压在最低点的政治期货。我彭丽媛在你们最孤立、最需要人壮胆的时候，和你们站一条船，你们手里沾了血，我的鞋上绝不嫌脏。海外信源说，正是这一次精准到冷酷的下注，让江泽民的妻子王冶平认了他当干女儿，生生把统帅这个上门女婿一路抬进了中南海的快车道。您看，30多年后，他敢在中直暴雷前让人带秘密进棺材，敢绕过张幼霞往军队名单上画圈，那份在血里下注、面不改色的胆气，1989年就已经全亮出来了。可话又说回来，一个山东出来的民歌演员怎么会把身家性命压到这一步？答案还得再往前翻2年。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拉回到1987年，那时的统帅是福建厦门一个刚刚被贬过去的老不疼旧不爱的副市长。更狼狈的是，他被外交世家出身的前妻柯玲玲给休了。一个是土气木讷，在闽南山沟沟里郁郁不得志的二婚落魄红二代，一个是红透半边天，出入皆是政要名流的军中文艺巨星。彭丽媛看中的是他身上那张通往红色权力顶层的血统门票，而小习需要的则是彭丽媛无与伦比的明星光环，来给自己那张木讷窝囊的政治面孔涂上一层金漆。这桩婚姻有多各玩各的，看一个细节就够了。统帅的前妻柯玲玲，外交世家出身的大小姐，离婚移居英国之后，给历史留下过一句让中南海臊得慌的评语：我无法和一个1周都不洗1次澡的男人长期生活。一个女人嫌弃他到了这个份上，转身就走了。可彭丽媛面对的是同一个男人，却能嫁能忍，能几十年同床异梦，各玩各的，一句怨言都没有。这正说明彭丽媛嫁的是一张血统门票，看的是龙椅。婚后2人常年分居，统帅在福建跟蔡奇、何立峰、王小红那帮人厮混，彭丽媛心知肚明，却一忍就是几十年。因为他忍的不是这个男人，他忍的是一份还没到期的合同。现在咱们把这本案卷从头合上，今天烧到他裙边的火，3个证人指认的命案，军队里那道文件帘子，全部的起点就是1987年这场收购。1989年那次下注，40年前签的字，40年后到期了。而这一回要他还账的不是那个被他抬上龙椅的男人，是把整盘棋都重新摆好的元老。原点找到了，案卷合上。现在咱们回到这场大戏的最后2幕，狗急跳墙和瓮中捉鳖。当一个独裁集团发现自己的钱袋子被扎紧，官帽子被摘掉，甚至枕边人的裙摆都被大火点燃时，他们最后能使出的就只有最原始、最野蛮的暴力。2026年1月20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就在这个原本用来向全党宣示团结的研讨班现场，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1月20兵变。海外体制内的爆料描绘了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他们动用了王小红多年来在东南亚边境上豢养的秘密力量，伪装成中央党校的工作人员，在党校会议休息室内对军中大佬张幼霞、刘振立实施了突袭。这个版本无法核实，但有2件事是官方自己坐实的。第一，国防部官宣张幼霞、刘振立被立案调查，
两位军委副主席级人物同日出事，中共建政以来头一回。第二，从那天起，两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再没有出现过一帧画面。这是统帅两口子在绝望中企图夺回军权的最后一次疯狂反扑。海外信源还说，在动手之后的半个月，彭丽媛火速把他在上海武警系统里的心腹少将紧急调入北京，企图强行接管京畿卫戍，为第一家庭建立最后一道护城河。可他实在是太小看这架钢铁机器的运转逻辑了。北京卫戍部队的军官们大多数都是中共红色家族和陆军老军头的心腹，他们怎么可能听从一个从上海空降过来的彭丽媛人马指挥？卫戍部队在短暂的混乱后直接选择服从刘源和军方的调遣，拒绝被接管。与此同时，拱卫京师的陆军主力82集团军的重装装甲部队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集结，星夜在京畿外围布防，将整座北京城物理锁死。这一次没有任何一支军队站出来向领袖效忠，军队的枪栓早就被张幼霞的旧部彻底拔掉了。他从上海调来的那点武警哨兵，在野战军重装坦克面前弱得像一张纸。更致命的是，蔡奇和王小洪的这两枪彻底打破了中共自文革结束审判四人帮以来党内内斗不流血，下台不翻脸的潜规则。原本以曾庆红、贾庆林、张德江为首的中共保守派长老还在抱着家丑不外扬的心态，试图劝领袖按照华国锋模式体面劝退，保留待遇，保全家属。可这两口子下面的人竟然敢在中央党校开枪刺杀军中大佬。曾庆红等保守派长老勃然大怒，当即决定必须彻底清洗门户，绝不能让这几个疯子把中共这艘大船彻底折腾沉了。兵变失败后，刀把子的末日终于到了。王小洪在5月27日会见了俄罗斯总检察长之后，截至6月12日，他已经整整16天没有任何公开活动和报道了。这和王小洪以往高调出镜的习惯完全不同。海外信源称，中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亲自挂帅专案，王小洪正在配合调查。这不是猜的，中央巡视组现在就按在公安部大楼里办公，他们受理信访举报的截止日期白纸黑字死死卡在6月23日。一个堂堂公安部长头顶上趴着巡视组，自己16天不敢露一面，刀把子是什么状态您自己品。失去了枪杆子，又被夺走了刀把子，这两口子现在连最后一丝挣扎的工具都彻底丢光了。可您一定会问，堂堂一个掌握党政军大权的领袖，怎么会沦落到要靠刺杀，要靠从上海调武警来保命的地步？这头困兽是从哪一天开始被关进笼子的？把案卷再往前翻一页，翻到2024年的夏天，那个为他打造囚笼的日子。2024年7月，北京京西宾馆，中共20届三中全会闭门会议现场，领袖在台上唾沫星子横飞，大谈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突然之间，他头部剧烈晃动，半边身子一歪，整个人重重地栽倒在了讲台前，中风，一度昏迷。蔡奇慌了，李强懵了。大内总管们看着倒地不起的领袖，第一反应不是去扶，而是先去封锁消息，切断电话。而在中南海后宫里，那个原本指望靠着军委干部考核委员会垂帘听政的彭丽媛，更是一夜之间六神无主。他以为靠着太监钟少军和山东帮就能把这江山玩弄于股掌之上，可他忘了，战场上活下来的将领从来不会浪费1秒钟的战机。张幼霞根本没有给第一家庭任何喘息的机会，他一边命令部队全面进入1级战备，一边立刻联系了在军中享有极高威望的红2代代表刘源上将。通过刘源，张幼霞在4个小时内就与退休多年的胡锦涛、温家宝接通了红色热线。趁着群龙无首的空当，张幼霞在军中痛下杀手。2024年11月，军中政治部主任这两口子的铁杆苗华拿下。2025年3月，军委副主席领袖的军中手足何卫东逮捕。短短几个月，曾经不可一世的福建第31军嫡系将领被张幼霞像割韭菜一样
成批成批地送进了军事法庭。至于那个不可一世的第一夫人，她的少将军职被就地停掉，连同那个钟少军一起被干干净净地赶出了中央军委81大楼。但这只是军队的刀，真正让这两口子在政治上断子绝孙的是温家宝在幕后点燃的那把制度烈火。在领袖勉强睁开眼，连话都说不利索的时候，一份文档死死地按在了他的病榻前。这份文档就叫《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什么叫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这不就是当年邓小平、陈云为了逼华国锋交权而名正言顺复活的中顾委吗？这个机构名义上是统筹，但实际上它由温家宝亲自担任组长，胡锦涛、李瑞环、曾庆红等老人在幕后垂帘听政。所有的重大决策根本不需要通过政治局常委会，而是由这个老人才俊小组一人一票直接决定。曾经不可一世的政治局常委会一夜之间被降格成了跑腿的运行机构，领袖从此被事实软禁在了中南海丰泽园里。他依然可以在外宾面前强颜欢笑，依然可以出席活动，但对不起，只要没有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指令，他连出北京5环都需要元老特批。5月底，新版中顾委和中组部一纸调令，绕过政治局，直接换掉了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空降了李克强的旧部关志鸥。这就是要把王小洪的公安部彻底换血。在丰泽园的深宫里，看着空荡荡的客厅，看着身边那几个被盯得死死的大秘，彭丽媛终于明白，他那道曾经用来卖官鬻爵、搬运黑金的乌纱帽之帘，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根死死套在他们第一家庭脖子上的越拉越紧的绞索。当历史的骨牌开始倒下时，没有人能阻挡它的速度。最近刚刚出版发行的《习近平外交文选》在篇目介绍里藏着一个让所有中南海秘书们直冒冷汗的致命细节。这部书的收录时间上限被死死地卡在2025年11月。为什么是2025年11月？因为那正是中共4中全会领袖在张又侠和中共元老的逼迫下正式签署交权文档，同意华国锋模式退位的历史节点。把他的著作卡在2025年11月出版，这在中共冰冷的礼宾语言里叫做声明了领袖时代的终结。这是一件提前缝制好穿在活人身上的政治金漆寿衣。大势已去，墙倒众人推。就在这几天，被视为清华帮红人、上海市委书记的陈吉宁连夜召开市委常委会，高调表忠，公开跳船。陈吉宁能不急吗？马兴瑞落马，陈宇健被抓，火已经烧到了他的脚后跟。中直系庞氏骗局背后那根最黑的裙带关系已经被胡春华的清算组死死攥在了手里。再不连夜跳船，他就得跟着第一家庭一起沉入深渊。海外信源称，自从2024年中彭丽媛被事实软禁在中南海丰泽园以来，他已经整整2年没有跨出过国门一步了。这一次平壤之行是特别批准的特赦告别演出，因为中共元老们非常清楚，他无法从朝鲜逃往任何一个自由世界。他的女儿习明泽还有刚生下的外孙都作为无形的人质被安安全全地留在北京。这面乌纱帽的帘子已经被彻底扯了下来。在即将到来的中共5中全会上，这场长达2年杀得尸横遍野的权力大洗牌终于要迎来它的大结局。摆在神州大地面前的是2条截然不同的路，一条是汪洋所主张的大市场小政府，那条被温家宝寄予厚望，或许能通往蒋经国时刻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另一条则是胡春华这位小胡锦涛用最严厉的党纪和铁规对一尊集团实施一查到底绝不放过的2次清洗。但无论未来是走向民主宪政，还是走向新一轮的党内严厉整肃，有一件事已经成了历史的定论。这2口子重走毛泽东极左路线，妄图终身执政，在台海和中国南海挑起战火来延续个人野心的幻梦，已经被这场惨烈的内斗
彻底粉碎在了中南海丰泽园的深宫里。说到这儿，咱们开头那个名字该收口了。我说他是彭妲己，不是骂街，是有出处的。3000多年前，周武王在牧野誓师讨伐商纣王，那篇牧誓立树纣王的罪状，排在头一条的不是横征暴敛，不是炮烙忠良，而是6个字：为父严时用。翻成大白话就是，这个王国家大事只听他那个女人的3000年了。中国人给一个王朝判死刑，第一刀砍的从来都是那道帘子后面吹枕边风的人。今天元老们翻这2口子的旧账，本质上写下的还是这6个字。纣王不是天生的暴君，妲己进宫之前他做得稳稳的，统帅也不是天生的狠绝，党内谁都知道他是个怂货。朝歌的那把火从来不是纣王一个人点的，这13年中南海的雪也从来不是那个走台步的男人一个人放的。当年文革落幕，江青在法庭上歇斯底里，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我咬谁我就咬谁，他到死都想躲在男人背后。可这一位彭妲己不一样，他从不是谁的狗，他是那只藏在帘子后面亲自递刀的手。好了，朋友们，今天这本帘子后面的旧账咱们就给您翻到这儿。老规矩，您要是觉得今天这期扒得还透，点一个赞，让更多还蒙在鼓里的人看见，点开订阅，按下那个小铃铛，中南海这盘棋一有新动静，江峰第一时间送到您面前，一集都不让您落下。咱们下期再见。